血色禁地如此凶险，要不等下次开启，准备充分些再去吧。听说了吗？以后这血色禁地要改为60年开放一次。这下要拿到筑基丹，恐怕更加困难了。是啊，可要不突破筑基期，这寿元也就100-200年，再来一个60年，那莫不是要等到老？要不这次咱就去吧，去的话问问表姐，她去咱就去。不用问了，那姓陆的去，表姐肯定也要去。但是这一次改了规则，去的人肯定比以往要多，咱们务必要小心行事，别因为这个丢了性命，那就不值得了。好，那快走吧，他们都在这报名呢。走。如果再开，就要等60年。向师兄，不是说这个报名血色禁地的在这集合吗？咱俩来，会不会通知错了呀？你们都在等谁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师祖。来的人还挺多。哎，你们都做好送死的准备了吗？啊？不是我吓唬你们啊！我们黄风谷弟子数千，筑基的有多少知道吗？不过100人。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筑基丹稀少。不光如此，还因为炼气与筑基虽然只差1阶，但是境界却相隔108000里。所以啊，有很多人都会像你们一样，都想进禁地碰碰运气，结果呢，白白丢了性命。别说筑基了，连活下来都是奢望。所以啊，若是你们没有拿出必死的决心，老夫奉劝你们赶紧回去啊，以免你们的仙途到此为止。那当然了，若是听到老夫的话，你们依然有决心，可以站出来，我看看都有谁。快点！哎，你们这13个人是不是已经听到禁地再开要等60年的消息啊？啊？可以呀，挺聪明。咱们黄风谷此次进禁地有15个名额，现在还有2个。我，哎呦，这么大岁数能行吗？我可不想再等60年呢。可以理解啊，那还差1个名额。这样吧，我数3个数，1，嚯，会抢跑了。你一个炼气11层的也敢去送死啊？禀师祖，弟子资质差，没那么多时间等60年，望师祖成全。不错，有个性，我喜欢，啊，就是资质差了点儿啊。行了，你们这些人回去吧，啊。我也要去。早干什么了？先回去啊！想去，等60年之后那波。 60年后我都120岁了，师祖。再给个机会吧，师祖。师祖，后面还有考核和训练呢，啊，万一哪个淘汰了，你们就有机会补上嘛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，啊，快去。我们好幸运呢。嘿嘿，听听，不容易呀。哦。勇气乃万世之始啊！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过了老夫的
第一关。谢师祖。血色禁地不只是一场寻宝之旅，更是一场关系着我黄风谷在七派中的地位，足以左右门派未来的战斗。为了能让你们都能活着回来，我要好好的训练你们。此行万分凶险，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，以免在禁地内断送了性命。禁地内天气恶劣，变化无常，还有各种崎岖的地貌，不少人在进入禁地之初，便被这恶劣的天气折磨致死。你们要记住这几种药草：地髓枝、紫侯花，还有天灵果。这些都是筑基丹所需要的重要的药材。禁地里会有各种妖兽出没，想要顺利取药，就得先过他们这里。要是打不过，可就成了他们的腹中餐了。禁地中的各派弟子大体分为3类，第一类，实力较弱的，就像你们其中的有一些人，要么是被逼而来，要么就是心怀侥幸，这样的弟子往往活不过第一天。第二类人，修为虽然不弱，但也算不上顶尖高手，其中不乏有一些投机取巧之辈，不去好好采集灵草，反而还想利用杀人夺宝的手段牟利。但是到了第3日，第2类人中的佼佼者，便会在禁地中自动的销声匿迹，不再现身。这时，便轮到第3类人了。师祖，第3类人是？第3类人是懂得保存实力、隐藏实力的那些家伙，终于出手，各显神通。师祖，那您说了这么多，到底哪类人活下来的最多呀？自然是第3类，真正的高手。错，是第1类。啊，第一类人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能进禁地的哪一个不是身怀绝技啊？但若是不够谨慎，再厉害的人，也只有身死道消的下场。而那些实力最弱的呢，因为早早认清了现实，反而能够成为最容易全身而退的人。藏巧于拙，用晦而明。没想到，当初莫大夫教我的一切，在修仙界依旧适用。当然有错，碾压化道物，碾压上莫灵上山，巨剑门，横扫巨剑门。好了，经人可嘉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活着回来最重要。是。岳阳宝珠是本门先辈为禁地之行所制。它不仅可以绽放奇光，还可以克制各种迷雾毒障。血色试炼中啊，有一个宝物，叫岳阳宝珠，光如日月。就是因为它在血色禁地中太过好用，被其他6派集体声讨。我们偃月宗不得不将宝物献出，成为7派共有之物。禁地之行后，原执掌宝珠的一派就要交出此物。只是今年，又回到了我派手中。7派约定，只有在第4天才能打开岳阳宝珠。那师祖，是不是到了第4天，采集灵草就更方便了？恰恰相反，岳阳宝珠未出现的时候，你们暂时是安全的。当岳阳宝珠一出现，你们就要注意躲藏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出现就是杀戮的信号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你是花了3天，结果什么灵草都没采集到的人，在剩余的有限时间里，你会做什么？杀人夺宝。现在我要将岳阳宝珠交给你们其中一个人，燕如烟。弟子定不辱使命。近来身体如何？有没有再发生晕倒的情况？多谢师父关心，如烟好多了。自从入宗门之后，心口救急就再也没有犯过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大意。
我找了些古籍，想要根治你的病，需要找一位按灵根修士，阴阳调和。多谢师傅关心。如因现在一门心思只想修行，还不想婚姻之事，师傅让我留下是有正事吧？此次血色禁地让你带队，把玉阳宝珠托付给你，是有件很重要的事需要你去办。什么事？这趟禁地之行，免不了要与人斗法，还是买点趁手的法器。在下望宇，是万宝楼的掌柜。在下李飞宇，一介散修，想寻些法器傍身，不拘价格。厉公子利落呀，里边请，几乎上好的碧云茶。是，不用了，我呢也不是来喝茶的。你这要是没有好东西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。厉公子留步。金夫子母刃一套，母刃一把，子刃8把。这可是以精铁、精金为原料，由炼器大师3天3夜炼制而成。只要手持母刃，就可以同时控制8把子刃攻击敌人。敌人不是防不胜防，而是疯了，哎，拦不住。玄铁飞天盾，罕见的防御性法器，用大块寒阴之地的玄铁精炼而成，不但坚不可摧，一经施法驱动，就可围绕四周，自动防御。哎呀，我厉害的厉公子的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呀？全是大世面吗？好吧。不装了，给你看看我最喜欢的宝贝——天雷子，截取天地雷电后凝练而成。即使是筑基期的修士正面对抗，也会灰飞烟灭。哇，是，说没就没有。宝贝珍贵，但这个价格，也不是说厉公子什么实力。黄敬之啊，黄敬之不值钱，不闹呢。上百年的黄金枝也值不了几个钱啊！你价格呢？500年，500年，500年，500年可以。这些不够，把你们这最好的拿出来。假人民币呢？金光砖符宝，本殿的镇店之宝。这还是结丹期的修士才能练得出来的啊！虽然启动的时候稍稍的有一些慢，但它绝对不是俗物。说吧，厉公子，想换哪一件宝贝啊？我全都要。啊，厉公子果然是阔绰，但厉公子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是，药草很珍贵，但是想抵我这些宝贝，差点意思。
谁说我只有500年灵草啊？亲们，亲们，香蕉吧，都给你了，桌子、葫芦，那茶具你拿走。禁地之行万分凶险，我们务必要携手行事。是要跟你们同行，我可是要单独行动。师姐，你怎么了？行了，你们别愣着了，赶紧去找师祖。他旧疾复发了。这里地处偏僻，正好试试新买的东西。亲父子母刃。陆明远，我把筑基丹都给你了，你现在要悔婚吗？有人。师妹，何必这样呢？只要我能得到董玄儿的青睐，那洪福师祖很有可能会收我做门下弟子。还愁筑基丹吗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蠢货。哎呀，好了，师妹，师兄一会儿便让你知道为兄的好。别碰我！婚约的事情我会跟父亲说清楚，你就继续做你的白日梦吧。筑基丹还给我，就算你现在不给我，之后陈家也会派人找你要的。我们后会无期。好了，师妹，别担心，这不过是我的丰富之术。如果师妹不是陈家家主的独生女，放你一马也未尝不可。只是我实在担心你由爱生恨，还报复为兄。筑基丹，为兄笑纳了。只是师妹你，最好还是从这世间消失最为妥当。黄风谷怎会有这种败类？此人当真该杀。但是，他修为在我之上，怕是打不过。这可是合欢丸2级妖兽的银毒所炼。来，我可真想看看师妹一会儿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说道友，看了这么久，该现身了吧？原来是你啊！早就想找机会除掉你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只能打了。没想到你不但是个小偷，还是个淫贼啊！
冯长苏，没用的，子期以中阶灵石驱动，灵力用之不竭。你的法器还没祭炼完全，只能当寻常兵器乱挥，还想跟我斗？神行符。不愧是50灵石一张的高级货呀，瞬间就能提速至此。谢谢提醒，原来当正常兵器用就好了。这不是我那枚吗？盒子都没换，原来姓叶的卖给了他。煮鸡蛋，总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这另一颗，就当做是报酬吧。陈师姐，师姐，体质重啊！你的衣服开了，你的衣服开了，把你的衣服穿上，快！那个坏蛋给你下药了，你醒醒，醒醒！师姐，虽说是见义勇为，但是杀同门终究是大忌，我又干不出杀人灭口的事情，所以陈师姐，你还是吃颗忘尘丹吧。吃了这忘尘丹，今天发生的一切，还有我出现在这儿的事，你就都忘了吧。师姐，龙岩有消息了吗？听燕家的人说，还是没有醒过来。不过听说他们在找血色禁地的血灵花，若能找到，还有一线生机。禁地凶险，又有门派的任务，于情于理不能让弟子冒险，绕路去找那血灵花。是啊，原本以如烟的资质，他完全可以带领队伍去试炼。他这一病不起，
计划全乱了。师姐，我倒有一个办法。绝对不可以！七派明确规定，只有炼气期弟子才能够进血色禁地，这样是破坏规矩。师姐，你忘了，我所修的素女轮回功是可以散去功力，只要我把修为压制到炼气期，我就是炼气期弟子，还有谁能挑出毛病来？就为一株血灵花，你就要以身犯险，降到炼气期。我的火祖宗，就是你愿意，我还不同意呢。燕家独苗在咱演元宗出了事，理应应该全力相助。更何况，我很喜欢燕如烟。再者，燕家宝驻守越国边境，为七派抵御魔道近100年，劳苦功高。我相信，只要我去了禁地，一定能将血灵花取回来，救燕如烟一命。还有我们要找的那样东西至关重要，只有我才能把它万无一失的拿回来。再说功力很快就会恢复的，就这么定了。这个秘密一定要守住。少主好，少主的血灵大法越发精进了。我让你去查灵兽山去血色禁地失炼的人名单呢？目前报名的是很多的，但是咱们不是要挑一些听话的吗？是要挑听话的，还是送礼重的呀？少主，你说什么呢？就拿燕雷来说吧，来了7、8回了，送的礼物我头一回收下，我是觉得那个礼物你能喜欢。但少主不要担心啊，咱就是收下了，咱依然不让他参与，谁让他是燕家宝的呢？嗯，燕家宝。堡主，各门派参加血色试炼的人员早已定下，我燕家堡弟子即使送礼，也不一定能够进去。不过偃月宗的人说了，他们会想办法帮我们去取血莲花，让我们等着好消息。燕儿是在他们那儿出的事，他们当然应该这么做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只是这世上之事，皆是利益交换。刘长老，劳烦你再跑一趟偃月宗，把这封信交给他们的门主，只要他们能竭尽全力找到血灵花救回燕儿，燕家堡的矿场就送给他们了。堡主，这可使不得！矿场的收入是我们燕家堡的命门，怎可轻易就送给偃月宗呢？我只有这一个女儿，让我拿命去救她都可以，何况区区的灵石生意。什么人？结丹修士。不过都是初级。筑基中期竟能指挥结丹修士，不就是想去血色禁地吗？燕堡主何至于此啊？你是什么人？晚辈，鬼灵门少主王禅。你是王天谷的儿子？正是。听说堡主最近在想尽各种办法，让燕家堡弟子去血色禁地试炼，想来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东西要拿呀。既然此事七派不愿伸出援手，为何不来我六宗商议呢？这七派向来以正道自居，却联手霸占血色禁地，求他们办事，难如登天啊！
您堂堂燕家堡堡主，如此会不会太过卑微？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我可以安排人到血色禁地拿到您想要的东西，不论是什么，小侄都可以帮您。堡主怕不是忘了，燕家堡与鬼灵门数百年前本是一家呀。阁下还是先回去吧。堡主也别忘了，只有愿意帮你的才是朋友。别说了，走吧。调查怎么样了？燕云山黄州派人去血色禁地，不是为了助鸡蛋，而是因为他重病的闺女。他闺女？这妮儿名叫燕如烟，乃是数百年难得一见的天灵根。天灵根。所以啊，燕家堡一定要保他。不过嘞，他旧疾发作，命在旦夕，需要只在禁地中生长的血灵花救命了。那确实。原来如此，那也就是说，只要掌握了血灵花，就能掌握燕家堡；掌握了燕家堡，就能掌握这次战争的先机。有点意思啊！这下中国又有事儿做了。天灵根。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好。他不会想起来那天的事儿了吧？今天天气不错还能看到雪山呢。师祖来了。师祖。都看到了吧？这便是千机之术。你们每个人传送至禁地内的地点，将随机而定。传送到什么位置，全凭自己的运气。门派能做到的，就是在你们的身上种下本门的千机之术，在一定范围之内，你们可以感应到同门的方位。这次试炼，各门派都在暗中较劲，采回来的灵草数量将会直接影响未来60年各门派的地位。他偃月宗仗着自己家大业大，随意修改禁地的封禁时间，我们灵寿山绝对不能被他们踩在脚下。要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七派中最能打的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出发。
哎，几天不见，怎么胖了？哎呦，出发了！飞了！稳住！马上就要到了。诸位，守住要领，绝不能让燕家堡的人拿到血莲花。遇到切派将营弟子，尽可能杀之、烧之，万勿暴露身份。这是自然。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传庭树作飞花。
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。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你枚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几枚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罗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
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木、谢，你说他们三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这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师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白肤如初。有毛病。可以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
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许了一枝梅。没错。你怎么做到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合大家长
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圣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啊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哪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个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了，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场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
在九霄城中，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边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配来这去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城郊废驿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，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？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啊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，是个不错的理由。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献？谢家的风武一之刀，不错。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魁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细点意思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
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迫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呢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为你破门。若我拒绝呢？咱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同样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